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赵丽颖38岁状态，救命！赵丽颖38岁状态杀疯了生图腰围60厘米，网友内娱冻龄天花板。道哥唠娱乐，句句有干货。家人们谁懂啊？今天刷到赵丽颖38岁的最新生图，直接被惊掉下巴。内娱顶流的状态，果然从来不会让人失望。这哪里是38岁，分明是偷穿了20岁大学生的皮囊吧？话不多说，先上猛料。近期赵丽颖出席活动的无修生图被疯传，镜头对脸拍都没在怕的，皮肤白皙透亮，鼻翼的小毛孔都清晰可见，没有厚重粉底的假面感，笑起来时苹果肌微微鼓起，眼尾那点淡淡的细纹，不仅不显老，反倒被网友夸成时光勋章，比那些医美将脸自然100倍。更绝的是她的体态，生图里腰围居然只有60厘米，肩颈线条优越到发光，身形纤细却不干瘪，健身教练都认证这是长期自律的成果。穿粉色薄纱裙时嫩得像刚毕业的小姑娘，换上火红纱裙又秒变优雅女神，反差感直接拉满。网友辣评：这腰我28岁都望尘莫及，这状态38岁卷死内娱小花。说到造型，就不得不提她近期的齐刘海短发，蓬松灵动，被网友爱称为毛茸茸修构，软萌感直接戳中人心。不过也有少数网友跳出来吐槽刻意装嫩，道哥只想说，人家有装嫩的资本啊。原生骨香能打，皮肤紧致无医美痕迹演员吴佳妮都公开力证，换个发型怎么就叫装嫩了？这叫颜值任性。当然啦，赵丽颖的好状态可不只靠脸和身材，更靠骨子里的底气。38岁的她早已不是当年的甜美小花，而是手握金鹰奖、飞天奖的5金杯女帝，主演作品累计播放量破1800亿，16部收视年关在手，从龙套逆袭到顶流的励志故事，比偶像剧还精彩。更让人圈粉的是她的松弛感。2025年起就放缓工作节奏，被拍到在公园散步，在家插花，甚至提玩具剑遛弯，把日子过成了诗。面对装嫩医美等争议，她从不废话，要么用生图实力打脸，要么只淡淡回应新发型。喜欢这份清醒和从容，比颜值更让人着迷。有网友调侃，赵丽颖这状态是吃了防腐剂吧？还有人说，别人38岁愁法令纹，她38岁愁腰围太细，这差距我真的会谢。道哥倒觉得，她的冻龄从来不是天生的，是自律的硬4作息，先喝汤再吃饭，每天7小时睡眠，不内耗的生活态度，还有对演戏的热爱，一点点沉淀出来的。毕竟能在38岁还能轻松驾驭少女感和女王范，既能在逍遥里演黑袍红瞳的疯批仙君，又能在小城大事里扮素颜实干干部，这种巨抛脸实力可不是光靠颜值就能撑起来的。最后道哥想问一句，内娱女星要是都能像赵丽颖这样，不靠医美靠自律，不靠炒作靠作品，何愁没有好状态？38岁的她眼里有星光，身上有力量，活成了所有女生都羡慕的样子。家人们，你们觉得赵丽颖38岁的状态能打吗？评论区唠唠，关注道哥，每天带你吃遍内娱大瓜，看遍明星真实状态。说真的，现在内娱能把38岁活成一种让人羡慕的状态的人，赵丽颖绝对算一个。最近看到她活动上的生图，真的很难不感叹一句，时间好像对她格外温柔。很多女明星离开精修和滤镜之后，总会暴露疲态，但赵丽颖偏偏是那种越看生图越惊艳的人。脸上没有夸张的填充感，也没有一眼就能看出的科技感，反而保留了很真实的状态。尤其是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那一点浅浅的细纹，
不但没有影响颜值，反而让人觉得特别生动。因为真正的美，从来不是假人一样的零瑕疵，而是那种自然、舒服、有生命力的状态。最让人佩服的还是她的体态，38岁的年纪还能保持那么纤细流畅的肩颈线条和腰身，真的不是一句天生丽质就能解释的。娱乐圈美女很多，但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自律的人其实没那么多。赵丽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她身上始终有一种轻盈感，这种轻盈不只是身材，更是精神状态。她站在那里，没有刻意挖气场，却总能让人一眼注意到她。穿粉色纱裙的时候，像清清爽爽的邻家女孩；换上红裙，又立刻有了成熟优雅的大女主气场。这种反差感其实特别难得。很多人说她的齐刘海短发像毛茸茸小狗，我反而觉得这恰恰说明她身上还有很珍贵的少女感。但这种少女感并不是硬拗出来的装嫩，而是一种经历过岁月之后依然保留的干净和灵气。真正的年轻从来不是年龄数字，而是眼神里的状态。其实一路看着赵丽颖走过来的人都会明白，她现在的松弛感是吃过苦之后才有的底气。她不是那种一出道就被资本捧在手心里的女演员，跑龙套、被忽视、被质疑长相、被说圆脸不适合演主角，这些年她几乎全经历过。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一步一步熬出来的人，最后却成了85花里最稳的存在之一。从花千骨到知否，从古偶爆红到现实题材转型，再到后来拿下飞天、金鹰等奖项，他最厉害的不是一直站在顶流位置，而是每一步都走得特别扎实。很多演员红了之后会沉迷于流量和曝光，但赵丽颖这2年明显开始减速了。别人拼命压戏、上综艺、制造热度的时候，她反而开始享受生活，散步、插花、旅行，陪孩子，把日子过得安安静静。可奇怪的是，她越低调，大家越关注她。因为观众慢慢发现，一个真正有实力的人不需要天天挂在热搜上证明自己，而且她身上有一种现在娱乐圈特别少见的东西——真实。面对争议，她很少长篇大论解释。有人吐槽她发型，她只是淡淡一句喜欢；有人质疑她状态，她直接靠生图回应。那种不内耗、不讨好、不急着证明自己的感觉，反而特别有魅力。很多女生到了30岁以后都会开始焦虑年龄，但赵丽颖像是在告诉大家，年龄从来不是敌人，真正决定状态的是你怎么生活。最难得的是，她38岁了，依然没有被固定在某一种角色里。她可以演温柔坚韧的女性，也可以演气场全开的女强人，可以素颜出演基层干部，也能驾驭浓烈张扬的古装造型。观众会发现，她的脸好像总能随着角色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巨抛脸。有些演员年轻时靠颜值惊艳，后来慢慢就被时代淘汰。但赵丽颖属于那种越到后期越有味道的演员，因为她的吸引力早就不只是漂亮。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羡慕赵丽颖现在的状态？因为她活成了一种很多女生理想中的样子，有事业，有成绩，有经历过风雨后的从容，也有依然热爱生活的能力。她没有被年龄困住，也没有被婚姻或者舆论定义，而是在38岁这个阶段越来越像自己。这样的赵丽颖真的很难不让人喜欢。她让人看到真正高级的冻龄不是永远像20岁，而是无论多少岁依然眼里有光，心里有热爱，活得漂亮又自在。赵丽颖一停下来，她比谁都生猛。 Autumn Tourism 这一年的娱乐圈依旧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85花的赛道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压戏，有人红毯，有人用行程单铺就一条金光大道。唯有赵丽颖像一尾突然沉入深海的鱼，没了声响。掐指一算，她竟已淡出荧幕1年半。社交媒体上
关于他的最新消息，不是新剧路透，不是品牌站台，而是一场官司。他将几个造谣他复婚怀2胎的博主告上了法庭。很赵丽颖的做法，不辩白，不哭诉，直接搬出法律，干净利落的像他演过的那些角色，骨子里都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狠劲儿。有人说他拿了飞天奖和金鹰奖，功成名就，该躺平了。毕竟从河北廊坊的田埂走到这一步，他太累了。可我知道他没躺平，他只是换了一种活法。从前是拼命三娘，1年365天泡在剧组，如今他把力气用在了别处，陪儿子上学，去健身房练出惊艳的腹肌，以及安静地挑选下一个能让他升维的剧本。这让我想起10岁那年的他。1997年夏天，河北廊坊的麦田像一块烧红的铁板，10岁的赵丽颖蹲在地里，晒得通红的小手笨拙地捆扎着麦秆，镰刀划过食指，血痕混着麦芒的刺痛，她愣是没哭。多年后，在幸福到万家里，她饰演的和幸福割稻子，动作娴熟的让导演惊叹。那一刻，她不是在演戏，她只是在召回自己的魂魄。那双手握过镰刀，攥过稻草，也曾在无数个跑龙套的深夜，死死捏着台词本，指节有些发白。那是2011年，她在新海珠格格片场，为了练好一句老佛爷万福金安，她每天含着一枚核桃练习吐字，直到舌尖磨出血泡。导演琼瑶后来惊叹，这姑娘眼里有晴儿的魂。可在这之前，他听过太多否定的声音，圆脸演不了主角，非科班出身没灵气。那些话像一把把钝刀，割不掉他的倔强，反而把他的心磨得锃亮。其实他身上最动人的，恰恰是那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就是女性的沉静力量，不张扬，不喧嚣，却有自己的一套章法。记得他拿下飞天奖的那个夜晚，手捧奖杯哭成了泪人。他说，我从不许愿，因为事与愿违。可那一次，愿望成真了。有人说他运气好，可这世上哪有什么横空出世的好运？风吹半夏里，他演活了一个90年代的女企业家，严厉的光芒不是演出来的。那是他在剧组摸爬滚打7年，从丫鬟专业户一步步磨出来的底气。他曾在采访里说过一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别给我机会，但凡有，我一定会拼命抓住。这话听着像宣言，其实更像誓言，是给那个蹲在宫墙根下吃盒饭，听到场务嘀咕这圆脸丫头怎么天天见的自己一个交代。如今他的新剧《县委大院2》即将开机，素颜演县长，路透照里眼神笃定，网友惊呼演技封神。而纪梵希更是将全球双线代言人给了他，品牌100年首位华人双代言，这份沉甸甸的商业价值，是对他停工最响亮的回击。停工不是掉队，是选择把时间花在刀刃上，筛剧本，陪孩子成长，用法律武器守护名誉。有人把他的停工解读为财务自由后的躺平，我却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他在流量场里卷了太久，忽然停步，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让心追上脚步。陪家人那半年，他不是放下了事业，而是用无用知识重养了自己一遍。肌肉线条里藏着的，不是简单的健身成果，而是一种对自我主权的彻底收回。从前他在替角色活，现在他在为自己蓄力。这种清醒，在他处理婚姻的方式上也能窥见一二。和冯绍峰分手，外界没看到狗血的撕扯，只有干净利落的转身。冯绍峰曾感慨他的洒脱，他思路非常清晰，非常明确，甚至怀疑过他结婚是不是因为真的喜欢我。你看，一个内心足够笃定的女人，连枕边人都能感到那股不容拿捏的劲儿。赵丽颖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这种温柔的拽。她不跟谁争，但谁也挡不住她向前走的路。她活得像一棵生长在北方的树，春天不开花也没关系，因为她知道自己要的是秋天的果实，
和冬日里那一身不惧风雪的骨节。所以，别用佛系定义它，也别用淡出可怜它。他只是把曾经用来对抗世界的力气收了回来，好好爱自己，好好选下一步。在他身上，我看见了女性最丰盈的状态，不依附，不解释，不慌不忙的活成自己的靠山。停下来，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个道理，赵丽颖比谁都懂。赵丽颖这些年最让人佩服的，从来不是她有多红，而是她总能在人群最喧闹的时候，突然安静下来。如今的娱乐圈太浮躁了，演员像被按进了高速运转的流水线，今天红毯，明天热搜，后天新剧开机，仿佛谁停下来，谁就会被时代淘汰。可赵丽颖偏偏不是这样的人，就在所有人都拼命刷存在感的时候，她却消失了1年多。没有频繁营业，没有综艺霸屏，也没有靠情绪营销制造话题。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开始猜测她是不是没戏拍了。可真正了解赵丽颖的人都知道，她从来不是害怕竞争的人，她只是越来越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其实回头看赵丽颖一路走来的经历，就会发现她骨子里一直都有一种特别倔强的生命力。那不是娱乐圈里常见的锋芒毕露，而是一种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韧劲。她不是天赋型选手，也没有背景光环，更不是一路被资本捧着长大的幸运儿。她是真正靠自己，一步一步从最不起眼的位置走出来的人。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她是新《还珠格格》里的晴儿，那时候谁能想到这个圆脸姑娘后来会成为85花里最能打的存在。那个年代，娱乐圈对女演员的审美几乎是统一模板，瓜子脸，大眼睛，精致冷艳。赵丽颖偏偏长了一张不够标准的脸。她听过太多否定，也遭遇过太多轻视，可她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从来不把委屈挂在嘴边。别人越不看好，她越拼命。后来陆贞传奇爆了，花千骨封神，知否稳住国民度，再到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赵丽颖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尤其是风吹半夏，很多观众突然发现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靠灵气取胜的小姑娘了，她开始有了厚度，有了岁月沉淀后的力量感。我一直觉得赵丽颖最厉害的地方是她演人物的时候总有一种真实的土的感。她不像有些演员演农村像在拍写真，演底层人物像体验生活。赵丽颖不是，她身上真的有那种从生活泥土里长出来的气息。所以幸福到万家里的和幸福会那么打动人，因为她不是在模仿普通女性，她本身就懂那种咬牙撑日子的感觉。尤其看到文章里提到她小时候在河北老家下地干活，割麦子、捆麦秆，手被镰刀划伤都不哭，那一瞬间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赵丽颖身上总有一种特别能扛事的气质。很多东西其实骗不了人，演员可以练台词、练表情，但那种吃过苦以后沉淀下来的生命质感是演不出来的。所以这些年，赵丽颖越来越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女明星，她没有特别浓烈的明星感，反而越来越像一个真实生活里的女人。她会疲惫，会停下来，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节奏。可偏偏就是这种真实，让越来越多人喜欢她。尤其这次她面对网络谣言的态度，真的很赵丽颖。没有哭诉，没有卖惨，没有长篇大论的解释，而是直接起诉。她的逻辑一直很清晰，我的人生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但谁伤害我，我一定会保护自己。这种清醒其实特别难得。很多女演员到了她这个阶段，会开始焦虑年龄，害怕被市场淘汰，于是疯狂接戏，维持曝光。可赵丽颖却反着来，她敢停下来，敢减少产量，敢花时间陪孩子成长，也敢慢慢等一个真正值得演的角色。这种底气不只是因为她红，更因为她终于不再需要靠忙碌证明自己。
我特别喜欢文章里一句话：从前他在替角色活，现在他在为自己蓄力。真的太贴切了。年轻时候的赵丽颖像一台永远不停转的机器，她害怕错过机会，所以拼命往前冲。可现在的她终于学会把人生的主动权拿回来了。她开始健身，开始享受生活，开始认真感受做母亲的日常，也开始学会只选择真正能打动自己的作品。这种变化其实比她拿奖更珍贵，因为很多演员红了以后，慢慢就失去了自己。可赵丽颖不是，她反而越来越清楚自己是谁。她不再需要通过外界的认可确认价值，也不再被流量绑架。她开始活成一个真正成熟、稳定、强大的女人。而这种状态，恰恰是现在很多观众最欣赏她的原因。尤其对于30岁以后的人来说，会越来越明白，人生最难的从来不是拼命往前冲，而是在经历了所有喧嚣之后，还能保持内心的笃定。赵丽颖身上最动人的，也正是这种不慌不忙的力量。她不争不抢，却一步都没退；她不高调营业，却始终没人能忽视她。她甚至连停下来都比别人更有力量。所以现在再看赵丽颖，会发现她早就不只是一个演员了，她更像一种女性成长的缩影。她告诉很多人，一个女人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冲在最前面，而是拥有随时停下来，重新选择人生的能力。而这样的赵丽颖，反而比当年那个拼命奔跑的女孩更耀眼了。赵丽颖光脚造型比穿高跟还好看。看到赵丽颖光脚拍封面上热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太随便了。女明星不穿高跟鞋，不搭100万珠宝，光着脚就上了大刊封面，是不是有点不尊重？其实你仔细看看，这恰恰是最高级的审美。先说第一个点，内娱这些年拼颜值已经拼到了变态的地步。红毯上、杂志里，女明星们清一色的高定加珠宝加零瑕疵，美的就像流水线上产出的塑料娃娃，看着精致，但看多了真的审美疲劳。赵丽颖这个动作，说白了就是在给这种精致内卷松绑。她不堆砌，反而做减法。一双34码的素脚，直接踩在古建木地板上，踩在老洋房的水磨石上，甚至踩在草地上。你注意看过她那些照片吗？她不是站在那里摆拍，而是整个人融进了场景里。盘腿坐在地上的时候，身体像一张拉满的弓，柔中带刚。侧卧在红裙里，抬起脚的瞬间，慵懒里藏着飒气。这些姿态，因为没了高跟鞋的束缚，反而更自然，更有生命感。第二个点更有意思，她保留了瑕疵。其他女明星拍大片，后期修图能把毛孔都磨平，赵丽颖倒好，脚踝的骨节、脚背的青筋，甚至细微的老茧和草屑，都大大方方留在画面里。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是不完美的东西，恰恰是她10几年拍戏打拼留下来的真实印记。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大美不雕，真水无香。真正的美感不是零缺点的虚假完美，而是有温度、有故事的生命力。你琢磨一下，那些老茧是不是比闪闪发亮的钻戒更能打动你？再说个小细节，赵丽颖34码的脚在娱乐圈是个特例，红毯上经常遇到鞋子不合脚，甚至被 PS 过脚步修图。这些不完美的经历，反而成了她独特的记忆点。脚小意味着更精致、更柔韧，这恰如她的性格，外表温柔，内核强大，能在这个复杂的圈子里灵活突围。你再看最近这组 L 老洋房大片，她穿着复古裙子光脚站在楼梯上，整个画面有一种油画般的质感。这不是一次心血来潮，而是贯穿了10年的审美坚持。从早期的古建庭院，到后来的都市影棚，再到现在的老洋房，赤脚这个动作一直在。赵丽颖的赤脚美学，说到底是一场对伪精致的温柔宣战。她告诉我们，时尚的尽头不是奢侈堆砌，而是灵魂的松弛。
明星最美的状态，不是扮演完美的偶像，而是做一个有血有肉、敢于袒露自己的人。只有灵魂自由的人，才敢如此坦荡地面对这个世界。这事儿你怎么看？你认同不完美才是高级美吗？评论区等你。撒。说真的，这几年看了太多所谓的高级红毯顶奢大片，反而越来越容易被赵丽颖这种光脚的状态打动。因为她身上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不端着。很多女明星拍杂志，总给人一种我要美给你看的用力感。高跟鞋恨不得10厘米起步，珠宝越闪越好，姿势越拗越高级。看久了，其实都差不多，精致是精致，却少了一点活人的气息。但赵丽颖这次不一样，她光着脚站在老洋房的木地板上，站在旧楼梯边，甚至直接贴着地面坐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画面一下子活了。没有高跟鞋的束缚后，她的身体状态特别舒展，那种松弛感不是硬凹出来的，而是真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尤其她穿红裙子握那张，很多人第一眼看的是氛围感，我却更注意她抬脚那个瞬间，特别自然，甚至带点随性，可偏偏就是那一点不刻意，一下让整组照片有了灵魂。以前总有人说，女明星必须踩着高跟鞋才有气场，但赵丽颖这组图反而证明了，真正的气场从来不是鞋跟给的，她光脚反而更有力量感。因为高跟鞋很多时候塑造的是攻击性的美，而赤脚呈现的是一种生命力的美。一个人只有足够自信、足够自在，才敢把最真实的一面暴露在镜头前。更难得的是，她没有把那些所谓不完美修掉，脚背的青筋、脚踝的骨节、细小的草屑，甚至拍戏多年留下的痕迹都保留着。换成别人，可能后期早就没得像瓷娃娃一样了，但赵丽颖偏偏选择留下，这一点特别打动人。因为现在很多所谓的高级审美，其实已经陷入一种病态的统一，皮肤必须零毛孔，身材必须零瑕疵，连脚趾都得修得像建模数据。可人一旦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记忆点。赵丽颖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她从来不怕真实。她的小脚曾经被调侃过，34码在娱乐圈确实少见，很多高定鞋甚至没有合适尺寸。以前红毯上，她还因为鞋子不跟脚被人截图讨论。可你会发现，她从不刻意掩盖这些东西，反而现在小脚赤脚松弛感慢慢变成了她独有的个人标签。这其实特别像她这些年的转变。年轻时候的赵丽颖总给人一种拼命往前冲的感觉，她太努力，也太能扛。从花千骨到知否，再到后来的现实题材，她一直在证明自己。但现在的她明显多了一种沉淀后的从容，她不再执着于用力证明我很厉害，而是开始告诉大家，我可以放松，我可以慢下来，我甚至可以不那么完美。可偏偏这样的她比以前更高级了。很多人以为时尚是堆砌出来的，其实真正高级的审美恰恰是减法，删掉那些多余的包装后，还能留下来的东西才最珍贵。赵丽颖这组大片之所以出圈，不只是因为她漂亮，而是因为她让大家突然意识到，原来女明星也可以不靠珠宝，不靠高跟鞋，不靠精修，就能散发一种很动人的美。这种美叫真实，而真实在如今的娱乐圈其实是最稀缺的东西。所以我特别喜欢网友那句话，赵丽颖不是在拍封面，她是在呼吸。你会发现，她这些年的赤脚造型，从古建庭院到都市影棚，再到如今的复古老洋房，其实一直没变。她始终在用一种很安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审美态度。人不一定非得活成精致橱窗里的假人，有一点烟火气，有一点瑕疵感，有一点自由，反而更美。某种程度上，赵丽颖这次的光脚封面，像是对整个娱乐圈过度精致化的一次温柔反击。她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故意标新立异，
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已经让人感受到一种力量。真正高级的人，从来不靠外物撑场面，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风景。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